跟中国走得近的一些国家，那么因为经济交往比较密切，人员的往来也比较频繁，所以有许多国家已经爆发了疫情。那么我们知道，包括刚刚给习胖送了3万头羊的，好像只送了一个证书，羊在哪儿还不知道。那么刚刚回去这个蒙古国的总统就是我们认为的外蒙地区他的领导人被宣布隔离14天。那么欧盟开会完了以后，发现欧盟成员国中有一位领导人也被确诊了。这样一来，整个欧洲的领导都在危险之中。前面我们看到安倍的翻译，专职翻译也被确诊了，还有人在猜测是不是要把安倍隔离，但是好像不是。不仅没有隔离，他又想开奥运会，又想正常的接待习胖访问日本，忙得不亦乐乎呢。那么正在发生疫情的比较严重的国家，你譬如说伊朗，现在他报的病例只有200多起，死亡了20多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更大，但仅仅以这个数字来看，它的死亡率超过10%，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比中国报的还要高，对吧？前面我们听说伊朗的领导层出现了被确诊的患者，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伊朗驻梵蒂冈的大使不仅确诊，而且已经死了。伊朗的领导层很多人都处于必须要隔离的状态。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总是让人联想到，美国人拼死拼活的才干掉一个，是吧？伊朗的领导层现在被传染了，那么大多数人因为经常性的接触，包括伊朗的一些习俗，在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不仅仅是握手。那么伊朗的领导层会不会团灭呢？比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杀伤力更大。是不是美国人把团灭伊朗领导层的任务，一个几乎很难完成的任务，外包给习胖了呢？这2天很多人在调侃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知道，从中国爆发疫情，伊朗就不断的向中国援助医疗物资。公开的信息至少有2次，包机向中国运送医疗物资。那么伊朗疫情爆发了以后，我们很快就看到伊朗禁止中国人入境了。但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政府还宣布向伊朗援助25万只口罩。仅仅给点口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美国宣布，是吧？蓬佩奥宣布，伊朗疫情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愿意暂时搁置政治上的分歧，从人道的角度愿意帮助伊朗抗击这次疫情。可想而知，伊朗的反应跟中国一定是一样的，给东西行，偷偷的给。伊朗不会向国民宣布，派专家来，伊朗会谢绝。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无论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他们都非常惧怕整个世界来救赎他们，因为他们的政权是依靠对内欺诈、对外哄骗，或者说耍无赖来完成的，自身的统治岌岌可危。他们怎么可能让国际社会来帮助他们消灭疫情呢？在民众中产生一种感觉，是美国人救了我，那他怎么管理呢？他内部的管理一定会产生这种逆反心理。
当国家遇到灾情的时候，遇到重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时候，你作为政府，你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国民，需要外国政府来保护你的安全，保护国民的安全。那么谁更有用呢？谁更值得依赖，更值得相信呢？所有的独裁者，他们都深深地怀着一种恐惧，他们惧怕外界的声音，即便是对本国民众向好的声音，他们也不愿意听到。他们可能会在私下有一些操作来确保领导层的安全，但是完全开放，即便是公共卫生领域，这种决心，如果他能下，他就已经放弃继续独裁专制的准备了。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伊朗人能够完全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来熬到整个世界出现一支疫苗和完善的医疗方案。除此以外，他们盼不到更多了。与正在中国疫情中心煎熬的人们一样，大家都在希望早一些过去，因为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突如其来的病毒总是让人防不胜防。大家非常惊惧，在这个时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这是你唯一能做的，我们不能指望更多。好了，谢谢大家，再见。